这部举世经典、全球第一的畅销书，它的作者竟然不是人，原来是……大家好，欢迎来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Lydia。上一期我们了解了圣经作为全球第一的畅销书对世界的影响力，以及我决定开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的原因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。圣经是一本书，但它又不是一本书，它是一个迷你图书馆。这本书里面包含了66本书，大家看每一个记号的地方都是一本书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2个部分，前面这些黑色的部分叫做旧约，后面红色的部分呢叫做新约。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大概占了3/4，新约占了1/4的样子。旧约的小黑点有多少个呢？有39个，也就是说旧约有39本书，新约呢有27本书。这2个数字好像不太容易记，其实只要你有心，总能找到轻松记住它的方法。大家想一下乘法口诀表，3乘以9等于27，3927。再来看旧约和新约，看到没有？旧约39，新约27，加起来呢，一共是66卷。圣经呢，就是这么一本66卷书的合集。你已经记住了吗？3927，3927，加起来66。对我来说挺简单的。好，那么圣经里面记述了什么内容呢？请看一个短片。在人类历史的滚滚长河中，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为公元元年。耶稣降生前称为公元前。公元前的英文是 BC，Before Christ 的缩写，意思是基督之前、主前。基督就是耶稣，也就是耶稣之前称为公元前。耶稣的降生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，就是公元后，简称公元，英文为 AD， 是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，翻译成英文就是 In the year of the Lord， 中文意思是主的年份，主后。今年是2021年，也就是说耶稣降生至今已经有2021个年头了。旧约记录的是公元前的事，包括宇宙的起源和人类历史的进程，其中重点突出了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犹太先知对未来的预言。这部分其实就是把犹太圣经直接拿过来，犹太人称为塔纳赫。新约记载了耶稣的生平，耶稣的使徒们传播耶稣的过程，最后是对世界末日的预言。因此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的时间跨度非常大，从宇宙的起源直至世界的末日。接下来别换台，我们终于要来看圣经的作者是谁了。刚才我们知道了圣经有66本书，这66本书呢是由40多个作者写成的，他们生活在长达1600年跨度的不同的时间段。据说最早写成的一本书是旧约的约伯记，写于公元前1500年。最晚写成的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就是新约的启示录，写于公元90到96年之间，就算公元100年左右吧，所以呢，时间跨度大约是1600年。这些作者都是犹太人，他们的文化水平、身份地位和职业都不相同，其中有国王、有渔夫、有医生、有先知等等各种人。每一卷书的题材也不尽相同，有历史、有诗歌、有书信，还有寓言等等。圣经的原文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？我们知道犹太人又被称为希伯来人，他们所说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语，所以呢，旧约中的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，后期有一小部分是用亚兰语写的。为什么后期没有用他们的母语希伯来语，而是改用亚兰语写呢？在解释之前呢，我先请大家听一首歌。By the rivers of Babylon, where we sat down, and there he went
我想有点岁数的人都应该熟悉这首歌吧，《巴比伦河》在80年代的中国也是风靡一时。那个时候每一场舞会基本上都有这首 disco 舞曲，伴随着这首旋律优美流畅、节奏明快奔放的曲子，年轻人尽情地跳着 disco， 真是特别美好的回忆啊！大家注意看这个画面，是不是跟这个旋律很不协调啊？那时当我们轻快扭动的时候，没曾想这首歌描绘的竟然是这样一幅残忍凄凉、水深火热的景象。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被彻底摧毁，犹太人被当作囚徒掳掠到了巴比伦，成为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。在歌里他们唱道，我们曾经坐在巴比伦河边，一追想西安就悲伤痛哭。耶路撒冷南部有一座山叫西安山，西安经常就用来代指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全地。这首歌的歌词几乎完全取自于圣经旧约中诗篇的第137篇，有点扯远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暂停下来细看一下。言归正传，犹太人在公元前500多年背井离乡，沦为巴比伦之囚之后，由于跟当地人混居在一起，逐渐就改说当时西亚的通用语言，就是亚兰语。亚兰语跟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比较接近。好，我来归纳一下，旧约用了2种语言，希伯来语和亚兰语。新约是用希腊语写成的，我自己是这样记住的，希伯来语和希腊语，中文的第一个字都是希，希望的希。我的这个独家记忆秘籍，还有前面那个3927都送给你。大家想一下，时间跨度这么长，作者又那么多，语言又不同，题材也多样，但是这所有的66卷书组合在一起，所讲述的却是同一个故事，互相之间毫不冲突，完全一致和谐，非常令人难以置信。有人说这是巧合，也有人说这是作者们串通一气的，可能吗？如果有人告诉你，这些作者都是因为接受了上帝给他们的启示和灵感才写成的，是不是就能说得过去了呢？也就是说，上帝是作者，而那些人呢，只是执笔人、代笔的人而已。有人可能还是想不通，认为那还是人写的呀。那我来举个例子，比如一个不识字的老母亲想给儿子写封信，那他就找一个会写字的邻居，他口述内容，让邻居给他代笔。当他儿子看到信的时候，他绝不会因为信上是邻居的笔记，就误以为信上的内容是邻居讲的话，而不是他母亲讲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说回来，刚才你听到了一个名字，上帝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上帝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耳熟，但又觉得有一点虚幻？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，这是一张美元的纸币和一个美元的硬币，上面都印着一句话，能看清楚吗？我放大一点哦。美元所有的纸币和硬币上都印着这句话，这句话也醒目地出现在美国国会一进门的大厅的上方，还有美国国歌的歌词里面。它就是美国的国家格言 In God We Trust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信上帝。那他们信的这个上帝就是圣经里面的那个上帝吗？答案是 yes。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宪法是至高无上的，而美国历任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宣誓时，不是按手在宪法上，而是按手在圣经上，因为美国人认为是上帝赋予了总统权力来捍卫宪法，而不是宪法赋予了总统权力来捍卫上帝。所以上帝高于宪法，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。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，刷新你的认知？这部举世经典、全球第一的畅销书，
它的作者竟然不是人，原来是上帝。而且这个上帝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自称为上帝、自称为创造了宇宙万物的那个上帝。所以圣经呢，是上帝透过40多位作者对人类说的话，他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、人类的历史，还有对世界末日的预言。有人说圣经是神话，更多的人说圣经是神的话。我邀请你继续往下听，来做出你自己的判断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为我点个赞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圣经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Lydia， 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